请问一下，你在当兵的时候有出柜吗？那你有觉得你当兵的时候出柜这件事情有对你有不好的影响吗？在军中都是男生的话，你感觉是怎么样？那你在军中的时候有发生什么邂逅吗？或是什么艳遇之类的？是有发生过了。他在那个地方，他有管理一间库房，聊天聊了就是几个礼拜之后，他就突然有一天问我说，想不想要吃？他没有说想不想来陪我一起整理库房？你好淫荡哦！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好，那我是企鹅。Hello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 Hello， 我是傻旭。今天我要拍的主题是久违的当兵企划，因为还记得去年这时候我才刚退伍，然后今天请到傻旭来聊聊你的当兵的生活。因为我还记得你是最近刚退伍，对不对5月1号当天，是当义务役吗？当时是义务役，然后后来就转服成志愿役了。为什么你会想当志愿役？因为你那时候当义务役的时候被洗脑嘛。其实也不是被洗脑啦，因为其实我家庭的状况有点特别，就是我父母亲不在台湾，当初大学休学这件事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，所以我父母亲其实蛮希望我可以回台中陪我家里的爷爷奶奶，然后因为刚好有一个营区离我家骑车只要10分钟的距离。哦，很方便。重点是营区它是不管你住在哪里，就是我们是全旅外参宿，算下班的概念，然后回家里吃饭什么的，然后早上起来6点再去准备上班。对，所以当初你就只是觉得你没有工作的关系，然后才去签志愿役。对，算是因为这样。毕竟当兵也是一个稳定的收入了。那你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在做什么职务啊？我是在里面当无线电话务，我们要学习操作一台机子，因为我们就是后面有出任务嘛，出任务就是我们那时候到云林下基地，就是会出去训练，然后会在外县市这样。因为我是担任我们副营长的话务兵，那个时候我就是整天真的是从早上6点开始起床，到中午吃饭休息1个小时，再到晚上6点，我就整天全副武装，就是钢盔、F 腰带，然后天哪，很累耶。然后那个防弹背心，然后再背枪，每天都要这样子。对，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是无线电话务兵，所以我们还要备台那个无线电话务机，对，那个话机我记得好像10几公斤吧，好重哦，这么重。反正就是肩膀很痛。请问一下，你在当兵的时候有出柜吗？出柜这件事情在当兵是不是可以的？像我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，我当义务役嘛，然后我也先保持一个不出柜这样子，久而久之，快到退伍的时候，才渐渐的就是敞开自己的心房。我其实，在军中没有很明确的出柜，就我平常讲话声音可能就是 maybe 比较低一点，就是像现在比较低一点。那我没有刻意出柜，然后我也没有刻意讲什么，反正就是义务役时间，林兵会过来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之类的，就会笑笑的说哦就没有，就单身这样。对。那到后来，因为我签志愿役，我们就是要转服，我们要去受训，去专业学校受训。对。那受训的时候，我是有跟几个比较好的朋友，所以 IG 其实会互追，他们也有发现我是，但他们也不会太 care， 就是反正就是都对啊，就没差啊。后来到我部队的时候，我是没有特别公开出柜，一直到我退伍前，其实我脸上基本上还是有多数人都不知道我是，因为我可能 maybe 就是有女朋友，就没差，对。那你有觉得你当兵的时候出柜这件事情有对你有不好的影响吗？因为我没出柜，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的一些举动，可能 maybe 一些会被发现，会有人怀疑起疑。我在义务役的时候，因为义务役就是可能就是大家说大杂烩，对屁孩什么的，就是真的有曾经因为我讲话的 maybe 是料吧，就是可能比较的温柔一点，对，然后就是被刻意在那边模仿，就很明显在针对我啦。对，那你怎么样回应他们？就请你们不要那么超过这样。对，我林兵都知道他们在模仿我，但他们就是好像18、19岁而已吧，就可能高中。对啊，都屁孩啊，甚至还没有读完书，所以你当下反应就这样。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决定我会离开，我会去受训了嘛。对，所以我就是想说，反正再相处也不到1个月，那就不要理他们，真的。可是其实我后来到我去受训，再到我的部队，其实都没有发生过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，就只有在义务役的时候被新兵针对而已。对，那你有觉得想要跟大家说要不要出柜这件事情吗？有什么样的建议想给他们吗？我是觉得啦，就是当兵，毕竟现在都是4个月的，就是役期。那因为里面其实就是可能像我们那时候就是可能医学系毕业的，然后有法律系毕业的，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国中毕业之后，高中薪资年龄较低，1到18岁就是抽到兵单就来当兵，就是什么人都有。所以我是觉得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出，可以不用出柜啊，或者是就是跟比较好的几个朋友讲就好了。对，只要自己舒服就好，然后也不要去特别显眼这样子，因为毕竟人家是异性恋，他也不会特别高调说我是异性恋啊，所以就这种感觉。那再问一些大家比较期待的问题，就是在军中都是男生的话，你感觉是怎么样？从义务役到你的自愿役。义务役的时候，因为毕竟我待1个月而已嘛，全部都是男生的情况下，本身如果是同志，我喜欢男生嘛，那我一定会打量一下里面的男生有真的，一定会打量一下，就是里面有没有帅哥之类。但是我只能说就是很惨，每个都是就是完全没头发这样。可是也应该会有几个比较亮眼的吧？我们连上是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可是我这边至少我记得那一次进去，至少有1、2个就是比较显眼的。我是知道我们隔壁连有看到一个蛮帅，但是我们这连是完全没有啦。那你心情感想是怎样？想说
说，算了，反正那种艳遇应该是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那你有发现其他班有没有可能也是圈内的朋友吗？或是你们班上的朋友？我们连上据我所知有加我是3个，才3个而已。我那时候我记得那一届超多的，不止3个，至少有5、6个以上。3个很少，是你自己没有在认真看吧？不是，应该说就是有明确，就是太明显，我感觉出来加我就3个，就是撇开我，剩下2个人就是很明显就是的。那有一个是他好像是原住民吧，然后对，然后他就是在里面带放大片啊，所以就是他真的就是被我刚刚说的那群人会被针对。所以你到志愿役之后就都是那受训的时候，就是班上会有男有女。我记得那时候班上好像大概女生有快10个还是10几个，剩下都是男生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就是多数人都是直男嘛。那些直男就是会开始就是打量女生，就是每天在因为我们男生女生已经分开睡嘛，对，他就整天听到他们在那边打量那些女生，哪个很正，哪个怎样，然后就问我意见，我就说对啊，还卡好啦，对啊，就在那边演戏。所以你们后面也是跟女生混在一起这样？我们上课的时候班上是有男有女。那你有跟哪几个女生当好姐妹吗？比较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们就只有上课的时候会在一起，但上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分位置坐嘛。那你在军中的时候有发生什么邂逅吗？或是什么艳遇之类的？是有发生过了，一样在那个受训的学校分发出去了吗？还是在原本义务役的时候？已经分发出去受训的时候，就是在专长训练的学校的时候，志愿役其实都可以拿手机在身上嘛。那去跑去开那个交友软体，看一下就是附近有没有什么人之类的。然后就看到几个还不错的 hashtag， 然后直军，所以我就是会把那个我的定位，因为它不是可以拉距离嘛，对，拉到哪个定位去看，我就拉我们定点去看，发现有一些就是在那附近要写直军的，所以很多都是你看过的人吗？其实里面很大，至少几百个人，然后可能会有3、4个人就是在直军，所以基本上那时候就是有被密来，像收假前 NDN 要开嘛，那我就会在大门的时候，我先把软体打开，然后定位定在那边，然后才开 NDN，所以就是我进去之后，我会看到那附近的人。你好淫荡哦！那密完之后就是有一个，我就说学长就好了，因为我那时候是2兵嘛，他就是学长，也是个兵，他在那个地方他有管理一间库房，聊天聊了就是几个礼拜之后，他就突然有一天问我说，想不想要吃某个部位？这么直接，他没有说想不想来陪我一起整理库房？我就不明讲，就某个部位，对，有地方可以去嘛？他说他有一间库房，好辣哦！那时候我们从吃完晚餐到晚上玩点名集合，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其实蛮充裕的。我就真的去赴约了，然后就在库房把门锁起来，然后在里面差不多就这样。就只有这样而已。你当兵当了1年多之久，就只有1次这样子。真的要在军营里面的话，就是这件事而已。但是军营外其实还有其他事情。也是同个单位的，可能就是你说你休假的时候去外面玩，然后还遇到同个单位的。他是士官班的，那他就是说他要上台北啊。那天晚上我也刚好要上台北，然后就我们一起搭火车到板桥吧，然后就他拉去厕所帮他吃了。哈？你说你们搭同一台车回台北，然后到板桥之后被他去厕所？就拉去厕所。天哪！就说每次都只有吃而已，你都那么进阶那么高玩了，只有吃而已。你应该要在包包里面放个润滑之类的啊。其实我们过大门会安检什么的，所以润滑不行吗？不行。他会问你带这个钱来干嘛？有打手枪啊？不可能吧？你在当兵的时候遇到什么怪人吗？企鹅就是一个标准的怪人。我们那时候义务役的连上是有一个，我只说他真是天兵天兵是一定会有的，一定会出一个奇才。他真的很天才，因为我们刚开始1阶段的时候管制，像我会抽烟嘛，对，我们都有封烟时间，就是可能刚开始可能就是1天就放2次烟，然后反正就是有一节下课的时候，就是明明没有放烟，但是还去抽烟，看到班长过去的时候，他才开始挖土，然后把烟丢进去，然后再埋起来。班长过去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在干嘛？他说班长没有干嘛。然后挖出来之后是一支烟，当天禁止抽烟，然后一定的爆炸12台风味。还有就是因为那时候去打靶的时候，就是有小蜜蜂会来，但其实你都不能去，一样同一个人，你先偷买，他就是跑去那边买了一瓶，忘记是不知道什么果汁还是什么的，买回来之后刚好被班长看到，一定会的，很明显啊。班长问他说为什么你去买？淡淡的回答一句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就这样回班长，然后就整个脸就是又被骂，因为他真的是被骂好几次这个脸。对于当兵这件事情，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吗？假如说是义务役的话，我觉得4个月就是开心快乐的过去就好。很难，太难了。不是要开心的过，是要自己觉得开心的过。你们要自得其乐。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，未来如果你要当兵的话，真的要保持快乐的心情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傻旭的分享。然后喜欢影片记得就加上给你们看。然后这边左上角有傻旭的 IG，可以追踪吧？要放 IG 吧？可以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